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排气系统。原则上排气管以原厂来说，排气管它除了必须兼顾到引擎的输出、排气的顺畅跟空气污染的排放标准以外，原则上它一无是处。譬如说以头段来讲好了，头段都是铸铁的，然后铁的优点可能就是耐用而已，那缺点就很多，很容易生锈，尤其在高温环境下，然后很重，这会造成车子重量的增加。然后像我们这型车铁路与沙姆，它的触媒段是在头段下来就是触媒段。那对了，既然讲到排气系统，就一定要讲到排气系统的拖油瓶触媒。这一颗是拖拉骨的触媒，因为一般触媒都小小一颗，不大，然后我手边也没有，刚好就是有一颗拖拉骨的。那原则上为什么会说触媒是整个排气系统里面的拖油瓶呢？你看，你们仔细看，它这么密，它这个这么密，然后而且你看哦，这么黑，好险它只是碳粉。如果你是比较大块的积碳，或者说燃烧不完全的排气的话，会比较比较黏一点，然后颗粒比较大的话，就很容易造成触媒的阻塞。那其实以总面积来讲，触媒它阻挡了很多的，就算触媒它没有堵塞的状况下，它也会造成排气的阻碍。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可能把触媒直接就是拔掉，换一根所谓的带触媒，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就是里面都是空的，把它挖掉，都有，就是为了要恢复原有的排气顺畅。那但是这有一点哦，如果你是自排车的话，或者是马力比较小的车，触媒千万不要乱拔。当然除了空污法的标准以外，触媒它还有一个效果，就是它可以适度的去维持排气的回压。其实排气的回压它的理论很复杂。应该是说，当燃烧室里面爆炸以后，活塞正在往下跑的时候，这时候排气门就稍微会打开。如果你的回压太低的话，活塞在下行的时候，排气门打开，那些压力就会从里面跑掉，你就会造成你的活塞只要下到排气门打开那一刹那，它的往下跑的压力就会减少。这样讲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排气回压在某个程度上对引擎是有帮助的，但是在多缸车或者说在高速运转下，排气阀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几乎可以省略不计，所以回压它比较着重于低速或者说增加扭力这方面，这样子笼统的去解释。
所以说一般车辆，如果你没有特殊用途的话，你尽量触媒不要去更动，不要去摘除它。第一，除了环保以外，第二是你平常代步车辆会比较好开。那当然除非你很热血，整天上车就准备跟人家赔那一种，那这个就另当别论。或者说你的气缸数比较多，你的马力够大，或者说你是涡轮车，这个就另当别论了。然后说完了触媒段，那其他后面的就是为了车底盘的设计，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跑法。那比较早期的，以一般车来讲好了，车子你看排气管在这边哦，它往下跑以后，它会一直到几乎到了后乘客座下方，它会开始往左或往右跑，因为多半油箱啊、备胎都在那边，所以它必须往两边跑，然后去闪避一些角度。这个你过多的转折也会造成你的排气阻碍。那所以早期像以前我还在开喜美的时候，我就是直接一支管子就直接拉到后面去。当然到了最后我会做稍微一个角度，因为我必须去把尾筒挂回去原本大概设计的那个方向，只是可能做了一个吊架去勾住尾筒。那这基本上就是原厂排气管，我会说它一无是处的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讲排气管的改装。排气管的改装基本上就几个方向。第一，头段换成白铁的，然后比较等长的头段。那改那种头段的好处，一是轻，二白铁耐用。但是重点来了哦，以市面上可能多数的白铁头段，它很不耐高温。当然一些可能很大品牌的，或者说真的你在超车，你在开车真的是非常热血、非常激烈的那一种，白铁头段的它的焊接处多半会承受不了高温，会从里面开始裂开。这个是白铁头段的坏处。然后再下来，其实以排气管的改装，要么就是换成白铁材质。当然现在可能有，如果预算够的话，可以换成钛合金的。钛合金更轻，然后它更耐腐蚀。除了材质以外，再来排气系统的改装，就是尽量的截弯取直。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之前改排气管，我就是一支管子下去以后，我就是直接拉到车尾巴去了。可能就是会做一个小角度的弯折，去把尾段恢复到原来的位置。那再来排气系统的改装就是口径很重要哦。以自排车来讲，建议口径不要，你头段跟中段的口径，你尽量维持原厂，或者大一点点没关系。然后你千万不要太大哦，要不然太大的话，你会造成你在驾驶上的困扰。排气管口径的改装的变动就是由小而大。我们假设头段是40，你可能中段可以装到可能42，
43，稍微大一点也没关系。然后到了尾端那边就再稍微的放大一点点，或者维持跟中段一样，这样子会比较好开。一般行驶上会比较好开。那排气改装还有分自排车、手排车，还有涡轮车。以自排车来讲好了，自排车的改装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自排车的改装就跟我刚刚讲的改装方式基本上是差不多，但是如果是为了降低排气阻碍的前提之下，我会建议就是你可能换一个半回压管。半回压管它就是它的回压不会那么大，但是它还是保持着回压，因为以排气改装来讲，自排车很注重回压。你回压如果太低或者甚至没有，真的你在低速非常难开。手排引擎也一样，只是在手排上你可以借由更换档位去改变引擎的马力输出的扭力输出。那其实以现在来讲好了啦，我都会建议就是触媒不要拔，然后你换一个比较顺畅一点的尾段，你可能换个其实尾筒要么就是回压筒。半回压筒跟直通筒，基本上都是以这3个为描述啦。那其实如果还要再分的话，就是还会有一个半直通，它的跑法跟直通很像，只是它会多一个所谓的直通管，就是整个尾筒它是直通的，就像我在讲排气管那一片里面我有讲。警察都会可能拿一根棍子，他从尾端伸进去，如果可以插到底，他就说你是直通管。那半直通就是他那只管子，它不会直接的通向尾筒的进气端，它会有一个转折，它等于是2支管交叉。譬如说这个是尾筒好了，直通管就是从头到后面。然后中间就是会有很多洞，然后排气尾筒就是很多小引擎，然后一支管子从头到尾，那个我们都简称是直通管。那半直通它就是可能这边进来，它会弯一边，它会歪过来，然后出口这边它会歪过来，它不会直通就对了，这个叫半直通管。那半回压管，半回压管其实讲比较快一点啊，它可能就是隔板比较少，因为以回压管就是几乎算是原厂管，它就是管子进来以后，它可能只到一个地方，它会有隔板，然后隔板的上面还会有个管子，然后再一个隔板，然后这边再一个管子。然后这边就是出气那边，很多隔板的我们都简称是回压管，这基本上就是原厂管的意思。然后半回压管就是它的隔板可能比较少，或者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特殊一点。但是基本上来讲，半回压管跟半直通管，我们在说都是归类于同一类啦，只是它的跑法如果要细分，它还是会有差别在。半直通管它的顺畅度会大于半回压管。大概就是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啦。所以说以目前来讲，不管是自排或者是手排，建议都是保留原厂出媒。当然除非你的出媒坏掉，或者说你真的是很要求排气顺畅的话，那真的就只能把出媒拿掉，
换一支代触媒，就是我们所谓的中消，它也是有消音筒的作用，它不会让声音那么大。那换一个比较顺畅一点的尾筒，这样子下去做阴影。然后再来就是涡轮车，涡轮车就比较特殊，因为头段出来以后，它必须去推动涡轮，然后涡轮的一边负责进气，涡轮的一边就是由排气去推动，导致另外一个转子开始强制进气。那涡轮车的改装就很简单，就是尽量顺畅。应该是说适度的加大，因为你太大的话，可能你在路上跑，可能就跑不了多久，警察就盯上你。所以说，如果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涡轮车的排气越顺畅越好。这个对引擎你涡轮的增压，你涡轮进气的效率会提高很多。因为说实在话，涡轮车引擎在排放的速度的时候，如果你整个排气系统有地方阻碍的话，你会导致它的排气会有类似闷住的感觉。你的排气只要一出现稍微闷住的感觉，你排气端的转子它在推动就不会那么顺畅。所以说涡轮车的排气改法就是，其实你们可以看国外很多，它的排气端出来就直接是一支管子而已，它可能就直接从引擎盖挖个洞就出去了，或者说就从前轮的后面就从那边就出去了。排气的改装的重点就是尽量的顺畅，依你的车型不同，依你的需求不同，尽量的顺畅。然后为了环境，触媒尽量不要拔。然后为了排气的顺畅，尽量的截弯取直，或者说适度的把口径加大，由小而大。这样在这个的前提之下，对了，当然不能超过排气分贝的限制，要不然那会变成噪音。有机会我再聊阀门好了。其实阀门就跟改变回压一样，其实回压这个东西很妙，你低速的时候你需要回压，引擎需要回压去保持它的扭力，但是到了高速的时候，回压又会造成你高速上的不顺畅。这个有机会再聊。好啦，那今天这个排气系统的改装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